还有能不能摸下这个狗狗？叫姐姐。还有能不能摸下这个姐姐？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 ，Come on！ 大家好，我是大鹏，这里是说中文播客，欢迎大家收听，还有欢迎我们的嘉宾华东。华东你好。你好，大鹏。哎，华东最近有吃早饭吗？还是没有。那好吧，那我还是帮你保守这个秘密嘛，不要让你的粉丝知道。不要告诉你妈妈了。好了，那赶紧说点他高兴的事儿吧。他想听你讲故事，今天你为大家带来什么故事啊？好，那我今天想聊的是中国的公园。公园？对，我觉得中国的公园很热闹。很热闹，人很多了。对，人很多，然后你在公园走，到处有很多人，他们做各种事情，有人唱歌呀，有人跳舞，对，有很多女性做广场舞。对，他们那个叫跳广场舞，对不对？对，跳广场舞，对，还有健身操。对，有人健身，有人练习什么乐器。对，有人做太极拳。对，打太极拳。对，打太极拳。还有在地上写毛笔字的人也有了。对，有写字的人，可能有画画的人。对，下象棋的人也有。对，总之有很多人都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就是很热闹，很活泼，就是中国的公园。对，因为就是中国一般在公园锻炼身体啊，然后娱乐的人嘛，都是退休以后的老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他们会在那里交一些朋友啊，然后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呀，这样也是都有的了。是他们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吧。对，那在美国的话，我感觉和中国比较的话，美国的公园没意思。因为这里的话，一般公园都是主要是儿童游乐场。给小孩子们的。对，给小孩子们的。所以一般的时候只有家长和小孩在公园里。然后一般是白天有小孩子，但是晚上一般没有什么人。晚上没有人去了公园里。对，但是在中国晚上我感觉晚上是最热闹的了。对，最热闹，因为大家都下班了，都没有别的事情要做，所以可以去公园。对，一般是这样啦，就是公园人最多的时候一般是早晨和晚上这两个时间。早晨是大家出来锻炼身体，晨练嘛。然后晚上呢是吃完饭以后出来散散步，减肥，消化一下刚吃的那些东西嘛。还有和朋友聊聊天。我发现在中国有很多那种牌子，就是类似小草依依，请你爱惜。对，就是不让人采草。对。不过在这边的话，好像绿草不是什么特别的，就是到处都有绿草，所以采草不是什么问题，一般可以随便采。草的生命力还是挺顽强的嘛。中国有一句古诗叫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形容草这种植物嘛。这句诗的意思呢，就是说虽然今年大火把草都烧光了，都烧没了，但是第二年春天来了以后呢，春风一吹，这些草就又长出来了，就是说草的生命力很顽强。对，那我想草连火都不怕了，还怕人踩吗？踩吧，没关系，又不是花儿。对，不是花儿。不过可能中国人多吗？
哦，很多人如果大家都在草上踩一踩，可能不会那么美丽了。以后会好了，中国人也会越来越少的嘛，我相信。现在大家都不愿意生孩子了，以后希望你去中国的话都可以随便采草了。看过很多就是在电视上美国的大学校园，学生们都是在草地上互相聊天啊，还有弹吉他唱歌啊，很随便嘛，看起来。可能真的生活中没有，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在草上，是因为人们比较懒，在里面待着。那如果懒人的话呢，我就建议去中国的公园去和大妈们跳跳舞。他们都会欢迎你，很热情的欢迎你。我觉得外国人到中国的话，应该广场舞这件事情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吧。因为上次我和我的前女朋友去中国，然后她看到广场舞，她说啊，中国还有这样的东西，我也要去和他们一起跳。然后她就去了。那欢迎大家都去中国的时候，别忘了去广场上和大爷大妈一起跳一跳广场舞，感受一下。我们推荐，既便宜，又健康，还可以和当地人聊天，多好啊！做新的老朋友，对，虽然是新朋友，但是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对，如果想要是认识年轻的帅哥或者是漂亮的美眉，那就不要去了。那今天下午呢，我刚好和一位远在美国的听众聊了一会儿天，他的名字叫 Megan。不过他呢是从韩国移民到美国的，然后呢我俩就聊到了这个年龄的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如我今天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话题吧。好，那就是在韩国年龄这个东西比较特别，对于韩国人来讲也有不同的意义，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在韩国只有年龄一样的人之间才可以把对方称作是朋友，才可以和对方成为朋友。就如果你的年龄比我的大，那你不可以当我的朋友，是这样的吗？对呀，如果就是有一个韩国人和我的年纪差不多，但是比我稍微大一点儿，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就不可能是朋友关系了，我就得必须叫他哥哥啊，或者是姐姐呀。那大一点是多少？就是多少年不是朋友了？这个倒是没有明确的规定了。如果这个人只是你认识的人，那么我觉得你叫他哥哥啊姐姐都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你爸爸的朋友，那么你就不能叫他哥哥姐姐了，对吧？你就得叫他叔叔啊，这样。叔叔，对。那如果就是和我年纪差不多，但是比我小一点的话，那就是我要把他们看作是弟弟或者是妹妹。总之就是不是一种像朋友一样的平等的这种关系了。所以在韩国交朋友的时候呢，大家都比较关心对方的年龄。那华东，你在交朋友的时候会问别人的年纪吗？会关心这个东西吗？我应该知道我朋友的年龄，但是应该不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认识新的朋友，因为特别是女性，有很多人，他们的年龄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想告诉别人自己的年龄。也就是不论年纪的大小，你都可以和他们做朋友了，对吗？对，好像美国的社会这方面是比较平等的，比较随便，比较自由。对，其实我也是这样了，在我的朋友当中呢，我想了一想，比我年纪大的有，比我大20多岁的都有，然后小的话现在可能也就10岁左右。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件事情啊，就是问对方的年龄呢，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在韩国也是吗？
对呀，在问到女生的年龄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了。因为在韩国呢，大家知道要尊重女性，不要问年龄比较好。但是呢，因为年龄这个东西在韩国交友的时候又比较重要，又必须要问一下，所以就是韩国人通常都会非常小心翼翼啊，非常客气的说，哎，对不起，那个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年龄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你会问我叫你姐姐还是妹妹比较好，还是怎么样？我通常不会问了，我通常不问。华东，那你如果遇到了一种情况，就是你一定要或者是你非常想要知道这个女生或者这位女士的年纪的话，那你会怎么问呢？在中国的话，有一个技巧，就是你可以，你可以问你属什么，就是你属狗，你属。哦，对。然后他说了以后，如果你可以猜他是哪个辈的人，你就知道，可以猜到他的年纪了，对不对？对。哦，对。华东，你属什么呀？我属狗。你属狗。哦。但是像我这样对属相不了解的人还是猜不到啊。你对，以后你可以谷歌一下，然后我觉得你可以猜我的年。哎呀，不要了。你说到这个方法，我还有一个觉得还比较好的方法吧，就是如果我非要知道对方的年龄的话呢，通常我不会直接问他你多大了，我会先告诉他我多大了。如果对方听到我说我是1987年出生的，然后对方就说是吗？那我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告诉我了。但是有可能他们还是不告诉你了。那我就问他你属什么的。这样总可以了吧？对。好，那我们还继续说韩国的年龄啊。好。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年龄的大小在韩国比较重要，但是呢，就是年龄这个东西啊，大一天也是大，对不对？大1个月也是大，大1年也是大。那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判断是大还是小呢？华东，你觉得呢？不知道。是根据你出生的年份来判断大还是小。举个例子好了，比如呢，我出生在1987年2月9号。假如呢，有一个人出生在1986年的12月31号，虽然我只比他小2个月，他只比我大2个月，但是按照韩国的传统呢，我也得要叫他哥哥或者是姐姐，因为他是1986年，而我是1987年嘛。相反，就是如果我遇到了一个人，他是1987年12月31号，虽然这个人比我晚出生了将近10个月，但是按照规定，我俩都是1987年的，所以我们可以称为朋友。那你怎么叫他？你不叫他哥哥，你不叫他弟弟，你怎么叫他？就叫他名字啊，就像叫华东一样。哎，华东。如果华东你的年龄比我大的话，我就要叫你华东哥，就要这样了。或者是华东姐。如果我是女生的话。对。华东，你是哪一年出生的？这个问题看时区。对，因为我在中国出生，是1月1号早上。然后在美国是12月31号。晚上。所以在中国的话，我是1995年。在美国的话，我是1994年。那你的护照是美国护照对吧？1994年。是美国的护照，但是在中国办的护照，所以是1995年。那不管怎么样呢，我都可以叫你华东小老弟了，没关系了。对。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挺特别的事情在韩国，关于年龄，就是韩国的小宝宝们呀，从出生的那一瞬间开始呢，就是1岁了。那韩国人的年龄都大1年吗？大1岁。
这个在韩国人们把它叫做韩国年纪或者韩国年龄，中国人把它叫做虚岁，中国呢算周岁，也就是小宝宝刚出生呢是0岁，1年以后呢是1岁。美国也是周岁对吧？也是。那好，我比较喜欢周岁了，因为我可以年轻1岁嘛，多好。对，你说这个叫姐姐哥哥什么的，我想起了一个小视频，有一个女生，她和她的狗一起走，然后有一个小男孩问她，阿姨，我可以摸一下你的狗狗吗？然后这个女生说叫姐姐，然后这个男孩说，阿姨，我可以摸一下这个姐姐吗？对了，这个视频的意思就是女生嘛，不喜欢别人叫她阿姨，希望别人叫她姐姐，对不对？对，至于你叫她的狗狗什么，我估计也没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个小孩很不明白这个阿姨到底在说什么。对，为什么要叫狗啊？姐姐呢？当时他的头上一定有很多问号了。好，那就是年龄这个东西在韩国很重要。对我在韩国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呢？还有在韩国的社会当中又有哪些意义呢？下期再和大家说。因为今天已经说了很久了嘛，对吧？对。最后我真的想感谢远在美国的我的朋友 Megan， 给了我这一期话题的灵感，还要感谢远在美国的我的朋友华东和我一起录这期节目。那谢谢大家收听到最后，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做广告，说中文播客做了1年多了，我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如果你愿意资助我的话，那就太好了。请登录一个叫 Patreon 的网站 patreon.com/大鹏 patreon.com/DAPENG。我已经把链接丢在说明栏里了，快去看看吧。记得留下联系方式，让我好好谢谢你。